超级爆馅的抹茶菠萝，它是这样子，就很像一颗桃子的感觉，就是热炒或是日本料理一定要包熟才好吃，基本上就是跟大埔铁板烧的高丽菜一模一样，这就是完整的呈现你进去大埔铁板烧的这个精神。高丽菜本身水分让这整个饭卷变得非常的湿润，非常的不干柴，口感蛮特别的。因为豆芽菜其实如果一堆豆芽菜咬下去会非常有层次，很好吃哎。吃起来的话没有太甜腻，但是起司味又很重。大家好，我是 Jesse。这一期全家的新品，这一期全家蛮有趣的。它其实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它跟大埔铁板烧去联名出了一些相关产品，就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好像把热炒店搬进了全家便利商店一样。那我们就一一帮大家开箱一下这一期的所有新品，包含面包，还有大埔铁板烧联名的商品。对，那第一个的话要帮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是跟马力欧联名的一个抹茶菠萝蛋糕，这个稍微还是感觉比较吃包装一点，就是吃这个它跟马力欧这个电动里面那个小恐龙联名的。那没关系，我们也是帮大家试试看看抹茶菠萝是什么感觉。吃完这个抹茶菠萝啊，我一开始以为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联名的一个抹茶菠萝，结果其实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超级爆馅的抹茶菠萝，就是里面的内馅它有爆浆感觉，算已经蛮爆浆的哦，就它的那个内馅非常非常厚，然后那个抹茶酱啊夹在那个菠萝面包里面非常多，占比非常高，蛮惊艳的。我以为只是可能在做面包的时候调一点点抹茶的味道进去，那其实面包体本身没有太多抹茶味，有一点点绿绿的没错，但是最重点是它里面的抹茶酱给的超级无敌多，所以咬下去的话口感层次还不错，就是除了面包体还有抹茶酱爆出的感觉。那抹茶酱本身没有太多的甜味，我觉得是不错的，就是一个很滑顺，带有一点点微苦的抹茶味，加上这个蛮柔软的菠萝面包，我觉得超乎我预期。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马力欧的联名商品，结果它就是一个超爆浆的抹茶菠萝，其实我觉得蛮推荐的。那接下来的话是一个他们以前我也没看过的，叫做蜜桃飓风蛋糕。对，它是这样子，这个是蜜桃飓风蛋糕。它蛮特别的是，它里面做的有点像那种小小的虎皮卷，但是它里面做的话是，我觉得是有点像模拟桃子的那种横切面的感觉，因为你看它这个横切面，它还有渐层，有那种很像切开桃子，最外皮有点粉红，内里是白白的这样子，然后最中间还有带一点馅，就是用肉眼可以看得出来的。就外观来讲的话，还蛮特别的，蛮有噱头的，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子。就很像一颗桃子的感觉，那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那吃完这个，其实也还算不错，就是没有吃过同类型的蛋糕，就是除了它本身它的外观长得很像桃子的横切面以外，它这一块蛋糕啊，外面的味道就有点像一般的虎皮卷，没有太惊艳，但是中间它的奶油的交杂水蜜桃的果酱还是什么，最中间那一个透明的地方，因为我本身没有吃过水蜜桃口味的蛋糕啊，那第一次吃到水蜜桃口味蛋糕，觉得这是我以前没吃过的口味，加上它里面的水蜜桃酱给的，我觉得还算是蛮真实的，因为很多果酱吃起来，像什么有些像是某一些草莓酱，或是有某一些蓝莓酱，吃起来的话没有那么真实的感觉，就是有点比较化学或是合成的感觉。那这个水蜜桃酱搭配水蜜桃蛋糕吃起来的话，水蜜桃原味的味道我觉得是蛮够的。那面包口感的话，比较属于像那种海绵蛋糕或是戚风蛋糕之类的，就是柔软的口感。但是面包本身我觉得没有太多味道，但是搭配中间水蜜桃酱的话，我觉得吃起来就是满满的水蜜桃味，我觉得还不错，对，蛮特别的。OK， 推荐大家。再来这个的话是比较特别的，它是一个生巧克力派，它是一个日本进口的一个生巧克力派，也是这期全家他们有出的新品。那你刚刚打开来看的话，是一个像是白巧克力的小蛋糕，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它这个是生巧克力派，然后夹杂着他们所谓的杏仁饼的味道。我刚刚吃完以后，觉得第一个它本身的这个蛋糕体啊，我觉得有一点太软烂，就是其实我在切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有点糊掉，就是软软黏黏的这个口感，我第一口觉得稍微比较小扣分一点。再就是它的内馅啊，老实跟大家讲，超级甜，就是会甜到吃一口会觉得有点腻的感觉。我觉得有些生巧克力或者说有些其他巧克力酱不一定会做这么甜，
对，它是白巧克力的生巧克力搭配它这个杏仁饼口味的这个一个小蛋糕，我觉得蛮不推的，有点过甜，加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口感，就是一个软软烂烂的，然后很甜的。有一点点日式的那种蛋糕的味道啊，但是又太甜腻了，我本身不推荐大家可以自己斟酌看看，对，帮大家避雷一下。接下来的话是这一期全家他们超重点的一些联名产品，就是他们跟大埔铁板烧联名的一些像是便当啊或者炒面之类的，我们等一下一一开箱给大家看。那我觉得这个很有特色的是，他们封面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埔铁板烧的这个厨师，还有他们 logo 联名。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这个厨师，他竟然还把它画出包手的样子，就是人家说，就是热炒或是日本料理一定要包手才好吃，就厨师一定要包手才好吃，蛮有趣的。就是他们有去抓这个精髓。这第一个我们要帮大家开箱，他们联名的是这个爆炒鸡丁饭，就是跟大埔铁板烧他们联名的爆炒鸡丁饭，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就是热炒店搬到全家里面，一打开就是很浓郁的，可以闻到大埔铁板烧那种铁板烧炒那种高丽菜，它一定每次你进去一定会先送你2盘高丽菜，那高丽菜的味道就是那个味道了。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这个跟大埔铁板烧联名的爆炒鸡丁这个便当有什么不一样，跟他们现场吃有什么不一样。我刚刚先吃完它，就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高丽菜。基本上就是跟大埔铁板烧的高丽菜一模一样，完全一样，就是没有任何变，也不会因为微波它缩水或是水分变少变干，其实不会，全部都一样。那我们来吃吃看它这个爆炒鸡丁这个部分，这个鸡肉稍微偏干柴一点点，可能是因为微波店便当的关系啊。对，它就是跟我们现场吃的那些像一些宫保鸡丁啊或者什么一些炒鸡丁比起来，稍微干柴一点，然后鸡肉的数量我觉得略嫌少一点点，总共刚刚算我吃了1块里面还有3块，而且不是特别大块，鸡肉大概4到5块左右，但是都是属于比较偏中小块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略显美中不足。然后它的话本身他们的菜都会带一点点辣，这样才够味，所以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蛮多的辣椒的，这就是也算是他们的特色啦。但这个爆炒鸡丁就是高丽菜没有问题，一模一样，但是肉我觉得偏少，其他的味道我觉得都很好，都很棒，就跟大埔铁板烧一样。那如果以便当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算 CP 值还算蛮高，还算蛮好吃的便当。另外一个也是大埔铁板烧他们联名的满满高丽菜豆芽铁板面，这个是满满高丽菜豆芽铁板面一样。那我们也帮大家开箱一下。那这个铁板面比较特别的是，刚刚的话是高丽菜，那它也有很具代表性的豆芽菜，就热炒必备的豆芽菜。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看，豆芽菜一样，就跟大埔铁板烧的豆芽菜一模一样，甚至我怎么觉得有点错觉是，这个的豆芽菜好像更有水分一点，明明是微波的，因为它其实还蛮湿润的，而且它给的非常多，就这么大一坨，对，就是高丽菜跟豆芽菜，这就是完整的呈现你进去大埔铁板烧的这个精神。我觉得就是豆芽菜、高丽菜没有在怕你吃的，就是满满的这样子。那就来试吃看看它的铁板面。铁板面我觉得稍微没有味道一点，现场吃真的比较好吃一点点。对，虽然说它面看起来好像也是油油亮亮的，但是吃起来只有一点辣味而已。本身的它的那个酱，我刚刚也有稍微把那个酱混一下，但是我觉得味道真的不够多哎。反而前面的那个爆炒鸡丁，虽然它的鸡肉不多，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的味道更和谐、更协调一点点。对，大家可以自己斟酌。接下来是铁板牛套餐包手卷，对，就也是蛮有趣的，就是果然是只要做热炒的、做吃的都需要包手，就是台湾的一个好吃的认证。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这个铁板牛套餐包手卷，但它打开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像饭卷的，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刚刚试一下这个包手卷，我一开始以为像这种饭卷要比较搭配像日式的东西，像是鲑鱼啊，或者是说像是鲔鱼之类的，没有想过它要夹这种就是铁板牛肉这种东西，就没有想过，所以其实一开始吃的时候期望没有到很高，但吃的时候觉得，其实
还蛮搭配的哎。这个它因为它是大埔铁板烧的这个高丽菜跟这个铁板牛下去做这个包手卷的内馅，所以高丽菜本身的水分让这整个饭卷变得非常的湿润，非常的不干柴，所以我觉得很好吃。然后牛肉本身的话也是属于湿润的，所以整体搭起来的话，不会说有些饭卷是咬下去很干，或是里面的饭是很冰冰凉凉干干的，它就是热热的，然后很湿润的一个手卷。整体的话，因为它是使用像跟大埔铁板烧的一些便当一样的味道，或者说一些材料，所以吃起来还可以吃到他们铁板的一些香气，还有一些像是算是锅气嘛。对，我觉得算是蛮香蛮好吃的，就是超乎我一开始设定的预期。没想到这个日式饭卷的配上台式的一些内馅，吃起来是这么好吃，这么特别。我觉得这个蛮推荐的哦，是蛮好吃的，超乎我意料。那接下来他们另外最后联名的一个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这就是炒面面包。不过我记得大埔铁板烧里面有炒面面包吗？还是我太久没有去吃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炒面面包。那它的话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炒面面包。那我们就帮大家试吃看看这个炒面面包。这个炒面面包我觉得也还算是蛮新奇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炒面面包，就是应该说热狗面包里面有很大量的豆芽菜。对，我是没有吃过，我就是觉得口感蛮特别的，因为豆芽菜其实如果一堆豆芽菜咬下去会非常有层次，但是我是比较不习惯这类型的炒面面包。我觉得炒面面包应该要面比较多，但它豆芽菜感觉跟面的比例有点大概豆芽菜是1，面大概是3，我觉得有点高。对，我觉得吃起来比较少了一点那种炒面面包的感觉。当然我知道这可能是这个炒面面包的特色，因为它联名这个大埔铁板烧的话，他们的标志就是高丽菜跟豆芽菜。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不习惯，不会难吃，因为其实它的味道还是调得蛮好的，一样有大埔铁板烧的锅气啊，他们的快炒的香气啊，那他们肉也一样也很好吃。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跟大埔铁板烧联名蛮特别的是，它所有的这些快炒的这些肉啊，放到这个加热便当或是这些加热饭卷、加热面包里面，其实都不会干柴，都还蛮湿润，还蛮有水分的，然后味道也没有走样，我觉得是蛮特别。只是我个人比较不喜欢这种比较那么多菜、那么多配料的炒面面包，我希望面是多一点。那这就因人而异了。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比较喜欢前面我刚介绍这个包手卷，我觉得那个味道更特别。炒面面包也不错，但是我比较不习惯。最后这一期最后的话是他们推出的一个小点心是草莓夹心cheese球，对，它就是这个草莓夹心cheese球。其实也蛮特别的，这是日本进口的食品哦，它里面是有一个小包装，那我们帮大家试试看这个cheese球。这个cheese球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内馅占比啊超级高，基本上内馅比外面的那一层cheese的外层还要多2倍吧，至3倍，可能3倍了哦。整体我觉得很好吃哎，吃起来的话没有太甜腻，但是cheese味又很重，然后里面的草莓夹心的话，有点像是爆浆的果冻，cheese加上很多的草莓果冻的感觉，我觉得很搭配耶。而且草莓甜而不腻，然后外面的cheese又非常非常香，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推荐的一个小点心哎，它是日本进口的草莓cheese球，我觉得很推荐哎，很好吃。虽然单价稍微偏高一点，然后它是需要冷藏的，但是我觉得蛮推荐可以吃吃看的，很好吃。对，而且它是有独立包装的，也还蛮卫生的。大致上，我们这一期全家的商品就先介绍到这边。那其实我们还会有第2集的全家商品，因为这一期全家商品其实蛮多的。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集再帮大家介绍剩下的全家新品。那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